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无疑是直指美国本土。作为俄罗斯胜利日阅兵活动近年的常客，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在2排8组共16个车轮的驱动下快速驶入红场。亚尔斯是在白杨 M 洲际弹道导弹基础之上升级而来的新一代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既可以机动方式发射，也可以固定发射井发射，采取弹道可变技术。据报道，亚尔斯最大射程可达到12000公里，直接攻击美国本土。如果搭载核弹头的话，一个亚尔斯导弹团将9枚洲际导弹全部打出去，保守估计会让20-30个大型城市变成废墟。因此，俄罗斯一直把亚尔斯视为与美国博弈的一张王牌。欧洲国家嘛，没有陆基的洲际导弹系统啊，美国啊也没有这么现代化的陆基洲际导弹系统。那么它现在所有的呢，就是20世纪70年代非常古老了，它设计指标也是比较落后的啊，相对于亚尔斯来说。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俄罗斯在陆基的洲际导弹方面啊，有非常明显的技术优势。那么亚尔斯导弹现在也有这100多发了，在整个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洲际导弹啊，这个整个打击体系里面占了1/3多的这个份额，它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力量，不可小觑。所以呢，这方面对于美国是有现实性的威慑的。此外，日前已经多次参加彩排的空中受阅方阵却没有在阅兵式上亮相，让外界感到意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解释称，空中检阅部分因天气原因被取消了。胜利日当天，俄驻波兰大使安德烈耶夫在波兰首都华沙苏联士兵公墓举行的献花圈仪式上却遭到袭击。网络视频显示，安德烈耶夫在向苏联士兵公墓敬献花圈时，遭抗议者向他及随行外交官泼洒红色液体，并被阻挠献花。俄外交部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极端分子在波兰警方完全不作为的情况下，对安德烈耶夫等外交人员使用暴力，破坏了在苏联士兵公墓举行的敬献花圈仪式。俄方对波方这种实际上纵容新纳粹暴徒的行为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波方立即组织敬献花圈仪式，并确保仪式完全安全和不受任何挑衅。波兰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是一起本不该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事件，外交官享有特殊保护，无论其政府采取何种政策。而据波兰通讯社援引波兰政府发言人的话报道，波兰政府事前曾召回俄罗斯大使馆，告知其当天公开献花可能会遭遇抗议等风险。